谁的心中没梦想？谁愿你不停受伤？悲伤阳光，人生的际遇虽然不一样，我们的快乐和悲伤不同，就这样。我相信漫长的黑暗终究会变亮，就算没有宽阔的肩膀，成为我的护航，带你的天使挥着翅膀，有微笑承担，不畏惧的散发光芒，勇敢飞翔。医生，请问刘敏芳的情况怎么样？已经没事，不过患者患了肝癌，她真的有肝癌？是第2期，要叫他节制，不能再喝酒，否则会加速病情的恶化。还有，尽快让他接受治疗。你这赔钱货，只会吃不会做。这个扫把星，你给我跑！怎么了？不要打了！走开了！不要以为躲在你妈后面我打不到你啊！不要打了！不要赔钱货你，扫把星啊！阿娇，哎，阿娇，你听我说，为什么你不和我相认？你是不是嫌弃他？最好是你被大龙给抓走。阿娇，哎，你不要再装了，不要再演戏了，好不好？Bro， 你昨天没事吧？工作做一半突然跑掉，你呀，小心被炒啊！老板还生气吗？幸好找到人顶上，你下次不要再这样了。老板说下不为例呀。对不起，阿静，我还有事，我们再聊吧。是不是因为佳琪昨天不见人去找他，差点被开除了？是我的错。我去跟他谈。千万不能让他知道。为什么？你要让他学会独立。你这样让他无理取闹，你这样放松他，他迟早会害了你的。只要他没事，我无所谓。昨天 A 脸吓着了，佳琪一直打电话找你，一下子担心你有事，一下子担心你嫌他烦不理他。我觉得他根本就是有问题。我的事，我知道该怎么做。你做了脸部刮痧，感觉如何？感觉下巴真的尖了，我还以为会很痛，原来这样舒服。脸部刮痧可以疏通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不过要很小心，手法要很轻柔。你真的很专业。小西，先去洗澡好不好？我不要！小西，听话好不好？我说我不要！
我会带我女儿来给你看看，哎，要给我折扣哈。没问题。妈咪，我要你帮我冲凉。妈咪有顾客，你去房间等我。OK 耶！上次你去乐心小学报名参加义工队，进了没有啊？我们裘校长求了很久，但他只是放我们在 waiting list， 都已经这么久了，都等不到结果，应该没希望了。再等一等吧，名校是比较难进。我只是担心，一直等也等不到结果。乐心是好学校，值得等，你别放弃。请慢走。拜拜。拜拜。佳琪，你要出去啊？啊，我要去找冬雨。冬雨刚去上班，早点事啊？他没接电话，我担心。有什么好担心的？他可能在忙，暂时没有接你电话，等一下会回电给你的。你每天这样烦着他，他怎么可以专心工作呢？你知不知道他差点为了你丢了工作？他怎么会丢了工作？你让他分心啊！他为了找你丢下工作，有哪个老板可以忍受这样的员工？你骗我！他没告诉我这件事情。跟你说有用吗？他现在情况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你真的希望他每天留在家里陪着你，不去上班吗？那以后你们日子怎么过呢？你们以前犯下的错，真的应该只让他一个人承担吗？你自己想想吧。嗨，你就是校长吗？我是啊。啊，校长，你好，你好，你好，请坐，请坐，请坐。啊，来，不用客气。啊，请你收我当这里的义工好不好？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忠心耿耿为你卖命啊！以后我就会做你最好的兄弟。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啊，交个朋友，行个方便。啊，来，我帮你开。哎，你可以叫你的老师也一起来吃，好不好？啊，我儿子的未来就拜托你了。啊，校长，开水果算不算当义工的扩大？学校有学校的规矩，你要当义工要先登记，我们会把你放在 waiting list。我儿子的妈妈就是一直喂到急死了都没有消息。哎，你就给我一个面子 ，OK？ 当作我求你了，好不好？对不起。哎，校长，你真的很不 steady 耶！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保证以后你叫我做什么我都做，油漆、修水管、洗厕所，你有什么仇人，我可以帮你处理的。啊，只要你一吩咐，我帮你做到美美，好不好？叶先生，哎，小弟姓冯啊，我的儿子跟我的女朋友同姓，因为我们还没有结婚。不过快了，在我儿子进来之前，我马上搞定。对不起。这里不是巴萨，可以讨价还价，你还是回去吧。校长，不好了，负责惠州年轻设计彩绘墙的设计师打电话来，说他发生意外，手受了伤，不能继续作画，墙只画了一半，该怎么办？这样你有找人来接手吗？我找了好几个，都说最少要2个星期才能安排到人手。2个星期？校长，让我来画。你啊，我从小画图最 steady 的，尤其是墙壁，不管是大墙、小墙、粗的、平的，我都 steady。这幅画是代表学校100周年的历史，教育部长也会来的。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是你吗？我买了午餐回来给你。我太投入了，都没察觉到你进来。我弹得好听吗？好听。我想回去弹琴，不知道咖啡厅的工作还在不在？我帮你问问。冬雨，你以后就好好专心工作，不必每天特地买午餐回来给我。谢谢你一直不离不弃的照顾我。接下来我要自己独立，开心过好每一天。你什么时候开始弹琴？ Mandy 说的对，我不应该每天这么依赖你，让你不能专心工作。对不起啊，在这个世界，我就只剩下你了。我很怕你会讨厌我，可是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的。你不会不管我的，对吗？当然。 哇，怎么这么多菜啊？你要请客啊？没有啦，佳琪决定回去弹钢琴，我想煮些好吃的跟她一起吃，鼓励鼓励她。哦，怎么突然间想回去弹钢琴啊？这我应该问你才对，你到底跟她说了些什么？哦，我只是直接跟他说，叫不要老是这么依赖你。我没想到他竟然被我骂醒了。还是要谢谢你。不客气。 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叶琳今天眼睛拆线，我呢要帮她庆祝，煮她最爱吃的鸡翅膀。好，我买了很多补眼睛的菜，顺便帮她补一补。哦。哎，等一下，那是枸杞吗？你给我吧。哦。 药材、鸡肉还有红枣可以一起下，等汤煮好之后呢，枸杞才放进去，味道就不会酸了。原来炖鸡汤有这么多学问，我也是在网上学的。没事吧？鸡肉太湿了，所以呢油才会乱喷的。刚才我在提醒你，放一点点的姜片，冲了水就没事的。 一个大男人笨手笨脚的，扎个鸡翅膀都会被烫到。忍忍，没事。好一点了吧？哎，舒服一点了吗？应该没事了。鸡翅膀还是由我来炸吧。 美琳，出来吃饭了。我最喜欢吃的虾酱鸡。忍了很久了，终于可以吃了哈。我去拿餐具。哎，太多了，我们只有4个人。等一下还有人会来。谁呀？ 哈兰迪，咪，哲琳，依琳说她今天拆线，我当然要回来看她。姐，你真的很会演哦。既然咪履行了承诺，我当然也要遵守约定，回家。吃饭了。耶，终于可以一家人一起吃饭了。慧强，坐下一起吃吧。谢谢安迪。 冬雨，我们有客人来吗？啊，是哲琳和她男朋友。Hello， 你们好。嗨，你好。宝贝啊，这个鸡汤呢是 Uncle 手动 fish 特别炖给你喝的，补眼睛。谢谢Uncle手动 fish。喝多一点啊。 阿娇，你在干什么？出去吧！你一定要救我！我先借一点钱给我还债哦。
你为什么会被打成这样？他在扮可怜，你咎由自取，拿别人捐你的钱去赌，活该被打，你滚！这是我的错，我的错。我向你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了，以后我再也不赌了，我会重新做人的啊！我不会帮你还债的，你走吧。乔，以前是我对不起你们，都怪我爱喝酒、爱赌钱，所以才会打你们。哎，我跟你打回，我让你打回。够了！你再不走的话，我就报警啊！滚！阿娇，你听我我在这里呀！回去房间。哎呀！回去房间。哎呀！不要再打了！你们再这样的话，我会报警的。你帮他还钱，我们就会走。钱又不是我欠的，干嘛要我还啊？你们全部出去！没还钱，继续打！不要！不要再打！哎，阿娇，听我！哎呀，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敢打我！弟，过来！刚才是被吓到了，没事了，去洗澡来。去。你的手扭伤了，我明天带你去看医生。没事的，这点小伤过几天就会好的。对不起，我误会了你。没想到外公真的这么坏。你就是这样的脾气，不肯认输，你让宝玉多担心你嘛。明，对不起，我以后不会这么冲动，让你伤心了。宝玉也是有错，没有给你树立好榜样。是我自己不敢面对现实，一时想要逃避，才会做出傻事的。幸好没有铸成大错，要不然妈咪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你知道吗？你离家出走这几天，妈咪多么担心害怕，不知道你在哪里，怕你吃不好睡不着。现在在我心目中，你们是最重要的。妈咪只希望你们健康快乐。你们要专心的读书，妈咪会努力的赚钱，一定让你们读完大学的。反正我现在在放假，我已经申请去广告公司当实习生，过几天就会开始上班了。我的女儿真的长大了，妈咪真的很开心。咪没有事，我更开心。那记得了，以后不要跟妈咪怄气而离家出走，知道吗？知道啦。吓到我了。让我来吧，来。你这么用力，有没有伤到骨头啊？我骨头很硬的。明天还是去看医生吧，免得伤口发炎。没事的，我已经习惯了。哪有人喜欢受伤的？让我来吧。不要动。你打算怎么解决？对付这种烂赌鬼，真的帮他还钱，就等于是填无底洞。大龙肯定会再来找你的。到时报警。这不是解决的方法。
要是以前，这几千块钱，我一定能拿出来。可是，我身上还有钱，我可以借你。不用啦，那是你储蓄，你自己慢慢用吧。包的不错啊。我以前是圣约翰，就相对的。早点休息吧。这么晚还要工作？为了赚钱，我要更加的努力。晚安。晚安。哎，晚安。喂，诗晶，怎么了？没事，我只是想要提醒你，明天记得带小希去参加 Father Child Treasure Hunt Adventure， 我当然记得。记得就好。明天早上9点嘛，我8点半就带小希去报道，肯定是第一个到的。不用这么怕输啦。第一次跟我儿子，我们一定会拿个冠军回来。那你就好好表现。我一定要让小希爱上我这个 daddy。好了，你快去睡吧，我挂了。你干嘛这么急啊？你在忙什么？啊，我是要早点睡，我怕明天起不来。那好吧。OK， 拜拜。你怎么在这里发呆啊？鞋子穿在脚上，最重要是舒服、轻松。可是他现在给我感觉，却很沉重。你怎么会这样说呢？你以前不是觉得他让你最自豪、最舒服的吗？人的心态会改变，感觉也会变。有时候放下是种解脱。哇，这也太美了吧！冯先生，这真的是你一个人完成的，也太厉害了吧！我花了15个小时，我保证那个教育部长一定会喜欢的。辛苦你了，冯先生，你真的很本事，1个晚上就能完成任务。为了我儿子，我上刀山下油锅，我都是得力。哎，校长，我应该算是这里的义工了吧？而且那15个小时也应该算这口大对吗？没错，会帮你记录的。好，爽快。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啊，拜拜。拜拜。拜拜。哎呀，哎，阿娇，阿娇，你来看我了。你既然都不是来帮我，那你还来干什么？想来看我有多落魄是吗？阿娇，谢谢你哦，
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绝情的。这笔钱呢，就当成是阿娇替她妈妈还的债，以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何必这么绝情嘛？血缘是切不断的。不要再赌了，拿这笔钱回去马来西亚治病吧，不要再回来了。人生总是有许多关口需要跨越，许多遗憾需要弥补，还有许多迷惑需要领悟。走到这个阶段，能看淡人生，轻轻放下，转身走开，也是一种解脱。对爸爸们、同学们，早上好！好，谢谢你们的到来。那今天呢是父亲节亲子活动，大家手上都拿到张长跑图，你们只需要照这纸上的指示，找出5个宝瓶，很好玩的，就能获得宝箱了，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开始吧。等一下，我们去那边找，好不好？好，哎，小西，等我。你看树后面，找到了，找到了，来，快点去看那里有没有。啊，哇，小心啊！我要在这里休息。我们去别的地方找吧。我不要，我要在这里休息。我们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就是要一起去寻宝。我肚子饿，我要喝水。你在这里等我，不要乱动啊！那你的水。那你的 burger。时间到了，大家集合。先生，时间到了，我们要回去集合了。先生，先生。小西。小西。好，今天赢的队伍是粉红队。老师，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儿子？你的儿子没有哎。小西。小西。小西。哎，不要去那里，很危险的。小西，危险的，不要玩了。叫你不要乱跑了，你不听，有没有事？啊？给我看。爸，你下来就睡我的房间，方便你上厕所。不要。女儿啊，就是为你着想才跟你换房间，你为什么不要呢？不要。不如这样吧，我在你床头放一个铃，如果你想要上厕所或者是想要做什么，你就按铃叫我。打开我！啊，到家了，到家了。小西，哎，小西，你的脚怎么会受伤啊？发生什么事？很痛，是他害的。是你自己不听话，趁我打瞌睡的时候，我跑到河边玩。如果没有救你，你早就掉进河里了。你陪小西去参加亲子活动，你为什么没有看好他？还打瞌睡？是我不好。妈咪，我要睡觉。小西，外婆带你去房间睡觉，好不好？不要，我要妈咪。小西乖，跟外婆先进去，等一下妈咪进去找你 ，OK？ 乖啦，拜拜。哥好。你昨天也是穿这件衣服，你整晚没有回家。而且，你身上怎么会有漆？我昨晚去处理一些事。本性难移，
就去跑腿。不是这样的，我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什么惊喜？你又做了什么吓死人的事？杀人、放火，还是喷漆？啊，就是喷漆。真的当跑腿？不是，昨晚我是去当义工。什么义工？我听到你跟顾客说你要申请当学校的义工，一直没消息，所以我就跑去求校长，他们刚好需要人画彩绘墙，所以我就去帮忙了。所以，我昨晚打电话给你，你骗我说你要睡觉，原来是在学校画彩绘墙。帮学校一个大忙，他们终于接受我当义工了。骗子，还在骗。爸，我相信凯威，我相信他不会骗我们的。你笨，骗子，走。我不是这样的。爸，你讲讲道理好不好？笨人，走。好，你别生气，你别生气，我走。先回去吧，uncle 刚出院，不要惹他生气。是他蛮不讲理。你看，我一整身都有油漆，谁看了都会误会啊。你为了小七整晚没睡，他心里明明相信，却硬要诬赖你。如果他这样比较开心，被他诬赖几次，我都是得力。当初要不是他反对我们两个在一起，你也不会想要证明你自己的能力，还跑去泰国做生意，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一定会向uncle解释，让他知道我冯凯威是一个好女婿。我也很了解uncle的心情，如果我的女儿也找一个像我以前的小混混当男朋友，我也一定会被气到中风啊。放心吧，我一定会想个办法，就算要我上刀山下油锅，我都会让uncle接受我。你呀，就不要为我跟uncle吵架了，不然他会更讨厌我的。好啦，回家吧 ，OK？ 回去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不要再惹他生气了，知道吗？知道啦，拜拜。拜拜。你一直反对思金跟凯威，你是不是有私心？还是怕思金会离开你？那个混蛋，不配！别再拿凯威做挡箭牌来掩饰你自己心中的恐惧，你根本就是怕思金有一天会离开你，你何必担心呢？思金是你一手带大的，从小和你相依为命，在你中风昏迷的时候，他有多紧张啊？就算你跟他没有血缘关系，他还是不会离开你的。不要再说了。我不是爸亲生的，怎么可能？妈为什么会这么说？难道我是被领养的？妈说这是秘密，就算我打给她，她也不会跟我说啊。谢谢你，欢迎再来。嗨，小姐，还记得我吗？你是前几天来过的顾客。买鞋子给人吗？我想买双高跟鞋送我妈，可是不知道哪双最适合她。哦，你没她的照片，可以让我看看吗？先生，粉红色。相信我，他会很惊讶，也会很喜欢这双鞋的。否则我连应奉还。你说的对，我妈真的非常喜欢你推荐的那双高跟鞋。那是 Steve 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在 party 上啊，大家都说我穿上那双鞋很有气质，很适合我。你怎么知道那双鞋适合我妈？从照片上，你妈虽然穿着朴素，却涂上鲜红色的口红。我在猜，你的内心可能想尝试大胆的色调，却有所顾虑。
还有你皮肤是属于温和色调，穿上粉红色高跟鞋会显得更亮丽，完全把你高贵气势衬托出来。你真的很厉害，单凭一张照片就知道我妈真正喜欢什么。谢谢你，小姐。你能再帮我选一双去参加宴会的高跟鞋吗？没问题，请跟我来。这里。欢迎再来。谢谢。Thank you。表现很不错啊，我只是尽力而已。你太谦虚了。哦，你准备一下，后天要去 HQ 做 presentation。什么 presentation 啊？你那个替过季鞋重新包装的 idea 啊。总经理看了你的初步 proposal 很满意，叫你后天一起 present 给其他部门的主管。如果 OK， 公司就会实施你的企划。真的吗？谢谢你啊 ，Queenie。谢我什么？你这么有潜力，祝你成功。我一定会的。谁的心中没梦想？谁愿你不停受伤？悲伤阳光，人生的际遇虽然不一样，我们的快乐和悲伤不同，就这样。这些高跟鞋虽然是过季的商品，但是它的设计和款式都非常适合年轻人。与其将它淘汰，不如重新包装、重新定价，让它有一个新生命、新形象，重新注入新商机。这些高跟鞋设计简单，很多韩剧的女主角都喜欢穿上这类颜色的高跟鞋来凸显自己的时尚感，非常适合时下年轻人。所以大学生就是我们针对的消费群。我们要针对的就是刚踏入职场年轻人，他们的消费能力不强，但是却很有潜力。我们就以他们能够负担的价格，让他们觉得只要穿上这些高跟鞋，你就能踏入人生另一个成功的里程碑，让大家认同这是一双成功的鞋子。我将这一次的主题命为“成功就在你的第一步”，让年轻人相信，只要穿上博诺 A 的鞋子，你就一定会成功。我建议找目前在网上人气数一数二的大学生网红 Nico 来做代言。他的时尚感还有独特的穿着配搭，是目前年轻人所追随的指标。九妹，你找我有事啊？你的企划案很出色，我很欣赏你的想法。谢谢。其实这个想法是来自我个人的经历。坐下来说。我念大学的时候，一心想嫁入豪门，接近富二代。我曾经跟同学借了一双博诺 A 的高跟鞋，那时我心里是这样想的：只要穿着它，就能凸显自己更高贵、更自信。那时候的想法是，这个品牌就是象征成功。后来我也成功当了谢太太，博诺 A 的高跟鞋也成为了我橱柜里的珍藏。以前我认为它是身份的象征，它让我有优越感，拥有越多，我就会越开心。以前我的快乐是建立在虚荣心，后来我的人生跌进了谷底。那时候前途茫茫，我真的不知道接下来怎样走。好不容易的说服自己要面对现实。那你现在的想法呢？踏进博诺 A 上班的第一天，我告诉自己，我是穿着博诺 A 高跟鞋踏进豪门，我从这里跌倒，我就要从这里爬起来。这里是我踏上新人生的第一步。现在我知道，我的快乐是来自上进心，还有成就感。刚刚做的 presentation，
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毕业生，正努力地走向新的旅程。我好想穿上博内的高跟鞋来证明我的成就。既然我有这样的想法，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跟我一样。我和几个部门的主管都很满意你的企划案，我们决定就由你来负责进行这个企划。真的吗？真的让我负责吗？这是属于你的企划，只有你才可以做到最完美。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大学的 pop-up store 多1个月就开始了，我会派人帮你。没问题，我会向你证明这个企划一定会成功的。啊，回来啦！我炖了鸡汤，过来喝吧。我没有胃口。怎么啦？生病啦？做了一整天的 filing， 全身都很酸痛，我只想睡觉。刚开始工作是这样的，我到协店上班的时候也是这样，过几天就会习惯的。会不会是你的夜市刚结束，所以呢补一补就没事的？我都还没有来啊。你现在都很准的啊，会不会是压力太大，所以来迟了？也许吧。明天要买猪肝给你补血，先过来喝鸡汤吧。来。谢谢明。Sorry。你没事吧？没事，只是有点晕。你脸色很苍白耶，是不是生病了？这2天一直听到你说头晕，你还是去看医生吧。你的头晕是怎样的头晕？眼前一片黑，最近也是觉得有点疲倦，胃口也是不太好。可能只是贫血，月经会准吗？向来都准，但是这个月迟了1、2个星期还没来。有男朋友吗？条线，怀孕。我不是反对你交女朋友，只是我希望你能专业，以大局为重。所以你最好不要公开你的恋情，能隐瞒就隐瞒。怎么会不见啊？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是故意耍凯威啊？安哥的脾气这么硬，又死爱面子，他这么讨厌凯威，他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接受凯威的帮忙呢？不喜欢凯威，你可以不理他，你为什么要做得这么过分？我看他不顺眼，他这样当小四爸爸没资格。那你有什么资格？你根本就不是我亲生爸爸。爸 ，Hello， 嗨。你是以前住在 Jalan Kayu 的吴淼淼吗？哎，你怎么知道？真的是你呀！哎，你不认得我啦？我是周大志。肥猪啊！对对对，想不到以前追着我跑的肥猪啊，现在变成大帅哥啊！怎么说我也暗恋了你3年，好不好？你是有夫之妇，我怕你被人家在背后说闲话。人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喽，大不了我从 Mrs. 当变回 Miss 公。你要跟我离婚啊？为什么不可以？
相惜的心不会